我辛苦加班5年为公司攻克难关，不仅老板窃取我的劳动成果，还被坑害年年绩效垫底。只因他们嫉妒我的能力，我直接辞职，带着自己的专利去对家卖了800万。庄必凡，你这种连续3年绩效垫底的人，离开公司什么都不是。王斌把绩效单甩到我桌上。公司养了你5年，你拿什么回报？每次考核都垫底，项目拖后腿，开会不发言，继续留你在公司是看你老实。您说的对，行，我明天就办离职。王斌的脸色一变，你说什么？离职？您不是说我没用吗？那我走。王斌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，在他的认知里，我应该低头认错，应该求他再给一次机会，应该像过去5年一样忍着。庄必凡，你想清楚，现在大环境这么差，你出去能找到什么工作？不劳您操心。你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？在公司做的东西都是公司的，你就是个干活的，出去了你什么都不是。我没有反驳，只自顾开始收拾东西。电脑里的私人文件早就清空了，桌上的东西不多，一个杯子、几本笔记，还有一盆绿萝。等等，柳如烟的声音从隔壁工位传来，她站起来，脸上是假惺惺的关心。必凡，你别冲动啊，王总也是为你好，你走了能去哪？3年来，我做的产品优化方案被他拿去汇报，我熬了3个通宵的技术文档，数的是他的名字。我解决的生产线故障，功劳算在了他头上。每一次，他都说我帮你优化了，我帮你润色了，我帮你和领导沟通了，但功劳每次都变成了他的。谢谢关心，不过不用了。庄必凡，你现在走，年终奖1分没有。去年的年终奖是5000块，绩效低，就这个数。而柳如烟拿了8万，王斌15万。没关系，5000块我不要了。背后传来柳如烟的声音：他这是怎么了？平时不是挺老实的吗？让他走，出去了就知道现实多残酷了。像他这种不会来事的，在哪都混不下去。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，我深吸一口气。5年了，5年的压抑，5年的忍耐，5年的咽不下去的委屈，今天终于结束了。最新一封邮件是昨天收到的，发件人是国家知识产权局。王斌说的对，在公司做的东西是公司的，但这个专利是我下班后做的，用自己的电脑，在自己家里花了整整1年半，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打开另一个聊天窗口，对方正是上个月主动联系我的公司的竞争对手宏达科技的 CTO。庄工，专利授权的事您通知我一下，我们随时可以谈。已授权。太好了，陈总让我问您，方便的话，明天见个面。好。电梯门合上的瞬间，王斌站在办公室门口，脸色阴沉。他在打电话，声音很大。人事部嘛，庄必凡要离职，把流程卡一卡，还有查一下他有没有带走公司资料。随便查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。第2天，我没有去公司，按照流程，我需要先提交离职申请，等审批。但我不急。上午10点，我到了宏达科技的总部。这是一家新兴的智能制造公司，成立5年，去年刚拿了 C 轮融资，和我原来公司是竞争对手。前台把我带到会议室，5分钟后进来了2个人，一个是上个月联系我的 CTO 李明，另一个是 CEO 陈建。庄工，久仰久仰，您的那篇论文我读过3遍。3年前，我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关于智能检测算法的论文，发在了一个行业期刊上，没想到他看。陈总过奖。请坐，先聊聊。李明打开投影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技术报告。庄工，这是我们对您专利的分析。这个智能检测算法，如果应用在生产线上，可以把次品率从1.2%降到0.3%以下。0.3%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条生产线每年可以多赚2000万。我们有4条线，就是8000万。陈建看向我，庄工，冒昧问一句，这个专利您打算怎么处理？看情况，我们想买，出价500万。我在原公司5年，总共赚了不到80万，500万相当于我工作30年，但我没有立刻答应。陈总，容我考虑一下。当然，不过我得提醒您，这个价格是我们的诚意价，如果您去找别的公司，可能没有这么高。从宏达出来，我接到了原公司 HR 的电话。庄必凡，你的离职申请，王总没批。为什么？王总说你得先完成手上的工作交接，还有技术部要检查一下你的电脑，确认没有带走公司资料。我的电脑是王总要求的。行，我明天来检查电脑。我的电脑里除了工作文件什么都没有，所有关于专利的资料都在我家里的另一台电脑上。王斌想找茬，做梦。第2天刚进门就看到柳如烟站在我工位旁边，我的电脑已经被打开了，旁边还站着 IT 部门的人。庄必凡，公司有规定，离职前要检查电脑，你应该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IT 部门的人开始检查，浏览记录、下载记录、文件夹、回收站，翻了半个小时，什么都没找到。王总，很干净，没有异常。王斌脸色有点难看。再查，查过了，真的没有。王总，可以批我的离职了吗？走吧，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你如果带走了公司的东西，后果自负。王总放心，我就是个执行的，没什么东西可带。这是王斌昨天说的话，他脸色更难看了。这时柳如烟凑过来，
庄必凡，你真的要走啊？其实王总也不是针对你，就是说话直了点。你要是留下来，我可以帮你在王总面前说说好话。谢谢，不过不用了。你这人怎么？柳如烟，3年前那个产品优化方案真的是你做的吗？还有2年前的技术文档，1年前的故障排除，哪个是你做的？你什么意思？那些方案我都有参与的。参与？我没有再说什么，背上包走向门口，身后传来他的声音：庄必凡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在说我抢你功劳？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我当然有，但我不需要向你证明，我只需要让市场告诉你什么叫真正的价值。走出公司大门，我收到了 HR 的消息，离职审批已通过，请于本周5前办完手续。星河科技，再见了。下午，我又接到了宏达的电话，李明的声音有些急切。庄工，陈总说价格可以再商量，您还有什么顾虑吗？没有顾虑，不过我想多了解一下市场行情。行情？对，这个专利，我打算再接触几家公司看看。理解，那我们等您消息。我打开通讯录，里面存着几个联系人，都是之前业内交流时认识的。你好，我有一个智能检测算法的专利，想了解一下贵公司是否有兴趣。很快，我办完了离职手续，从 HR 那里拿到离职证明的时候，他看了我一眼。庄必凡，你找到下家了吗？还在看。他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。我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外面不好找工作，尤其是绩效年年垫底的人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解释。走出公司的时候，王斌正好从电梯出来。走了。想清楚了。想清楚了。行，出去好好混，别给我们公司丢人。这个男人在公司10年，靠的就是抢下属的功劳。我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王总，保重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身后没有声音。他大概觉得我是在装镇定，一个绩效垫底的员工能有什么底气？但是用不了多久，他就知道。下午，我收到了另一家公司的回复。庄工您好，我是天创科技的技术总监，您的专利我们看了，非常感兴趣，方便的话，我们想约个时间详谈。天创科技，业内排名第3的智能制造公司，实力与规模都在宏达之上。好，您定时间。2天后，我和天创的人见了面，对方开价600万，比宏达高100万。庄工，这个价格很有诚意了。据我所知，宏达给您的报价是500万，我们可以加到650万，但需要您独家授权给我们。独家授权，那就意味着只能卖给他们一家。我考虑一下。从天创出来，我又接到了宏达的电话。庄工，听说天创找您了，他们出多少？不方便透露。我出700万，独家授权700万。陈总，我再想想。你要多少？你开个价。800万。电话那头安静了3秒。成交。800万，这个数字我做梦都没想过。5年前，我从一所普通大学毕业，进入星河科技，月薪8000，扣完到手6000多。那时候我觉得，只要努力工作就会被认可。第1年，我加班最多，任务完成最快，绩效 B。你是新人 ，B 已经很好了。第2年，我独立完成了一个技术方案，被领导拿去汇报，署名是王斌，绩效 C。这个项目是我带的，署名正常。第3年，我解决了一个困扰团队半年的技术难题，柳如烟在会上把方案讲了一遍，功劳变成了他的，绩效 C。你不会汇报，怪谁？第4年、第5年，绩效变成了 D。你就是个执行的，没有不可替代性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在这个地方，努力没有用，能力也没有用，不会来事就是原罪。3年前，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一款新的检测算法。下班回家后，周末我常常通宵在自己的电脑上写代码，全程未向任何人透露。去年，我终于把算法完善了，并申请了专利。在历经18个月的等待后，终于等到了结果。签约的事，下周1怎么样？我让法务准备合同。王斌说，我离开公司什么都不是。他说的不对，离开公司我值800万。周6，我在家休息。喂，庄必凡，是王斌的声音。我愣了一下。王总，我听说你在和宏达谈，消息传得真快。是。谈什么？和王总没有关系。怎么没有关系？你是不是把公司的技术带出去了？没有。那宏达找你干什么？找我谈专利的事。专利？什么专利？我自己的专利。你自己的？你在公司做的东西都是公司的，你有什么自己的专利？这个专利是我下班后做的，用自己的电脑，在自己家里，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信，你一个绩效垫底的人能做出什么专利？王总，信不信由你。庄必凡，我警告你。他的声音阴冷下来。你要是敢把公司的技术卖给竞争对手，我告你。随便告。他还会打来的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做的每一步都合法合规。周1，我到了宏达签约的会议室里，除了陈建和李明，还有法务和财务。合同我看过了，没有问题，独家授权，800万买断。签字的时候，我的手有点抖。800万，这是我工资的50多倍。庄工，欢迎合作，这个专利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。陈总过奖。后续我们会安排技术团队和您对接，如果您有兴趣，也可以考虑加入宏达，技术总监的位置给您留着。谢谢，我考虑一下。从宏达出来，我的银行卡里多了800万，扣完税到手650多万，这笔钱够我在这个城市买2套房了。我站在路边，看着银行的短信提醒，恍惚了很久。
师傅，星河科技这个地方我待了5年，5年的加班，5年的委屈，5年的不甘，今天终于画上了句号。正准备走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：“庄必凡，是柳如烟。”她手里拿着咖啡，一脸惊讶：“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我听说你在找工作，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哪家公司？自由职业。”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，那种笑带着一丝优越感。自由职业就是没找到工作呗。早跟你说了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你又没背景，绩效又差。庄必凡，我不是说你不好，就是你太实在了，不懂变通。你看看我，入职3年，现在都是高级工程师了。呵呵，高级工程师靠的是抢我的功劳。柳如烟，你知道吗？3年前那个产品优化方案，如果不是我做的，你现在会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的专利今天卖了。专利？什么专利？一个智能检测算法，宏达买的，800万。800万？没错。你骗我！我掏出手机，把签约的照片给他看了一眼。这不可能，你绩效年年垫底，你怎么可能？绩效是王总打的，但能力是我自己的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身后柳如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我辞职后靠着专利赚了800万的消息很快传开了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接到了王斌的电话。800万，你把公司的技术卖给竞争对手？不是公司的技术，我说过了，是我自己的专利。你在公司做了5年，用了公司的资源、公司的平台，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公司的。王总，我再说一遍，我的声音也冷了下来。这个专利是我下班后做的，用自己的电脑，在自己家里，和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不信，信不信由你。庄必凡，我告诉你，公司的法务已经在研究了，你等着收律师函。随便你。王总，我的专利申请是3年前就开始的，所有的研究记录、代码提交记录、邮件往来都有据可查。您要告，随便告。电话那头沉默了。还有，我查过公司的劳动合同，里面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员工业余时间的创作归公司所有。您想打官司的话，我奉陪。你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提醒。庄必凡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王总，我在公司5年，绩效年年垫底。您说我是废物，是拖后腿的，是离开公司就什么都不是的人。我说错了吗？您没错，但市场说我值800万。你，这就是您和市场的区别。第2天，公司的法务真的给我发了律师函，我把律师函拍照发给了陈建，他很快回复：我已经安排我们的法务团队介入，您放心，这种恐吓信吓不住任何人。您的专利申请时间、研究记录都是清清楚楚的，他们告不赢。这正是我预料的。王斌，你以为一封律师函就能吓住我？我花了3年时间做这个专利，每一步都是合法合规的。想找茬，你做梦！1周后，公司撤回了律师函，据说是法务研究后发现根本告不赢。我的专利申请时间是3年前，早于所有公司相关项目，且研发记录、代码提交记录、邮件往来等全部留存于个人邮箱和云盘，与公司没有任何关联。王斌对此哑口无言，但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宏达拿到我的专利后，很快开始了技术落地。3个月后，他们的生产线升级完成，仅靠我的专利就盈利了几千万。这些数据很快传遍业内，星河科技彻底慌了。作为宏达的竞争对手，双方客户高度重叠，宏达产品质量提升且价格更低，客户流失已经成为必然。半年后，星河科技丢掉了3个大客户，业绩下滑了30%。王斌被叫去开会，挨了一顿骂。当初庄必凡在公司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他有这个专利？不知道。他绩效为什么年年垫底？他不会来事，不会来事。800万的技术你看不见，眼睛瞎吗？这些都是后来前同事告诉我的。我听完只是笑了笑。专利的分成，每个季度到账一次，这笔钱我全款买了一套房，然后我着手创办了专属的技术研发工作室。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，不用看任何人脸色，不用担心功劳被抢，不用忍受绩效评价的不公平，我自己做老板。工作室开业那天，陈建亲自来祝贺。庄工，恭喜！以后有什么好东西，优先给我们。当然。说实话，当初你们公司那个王总真是有眼无珠，800万的人才给人家打低绩效。王斌不是有眼无珠，他只是觉得听话比能力重要，会来事比有本事重要。这种人在哪个公司都有，只是这一次他踢到了铁板上。1年后，我的工作室已经步入正轨，接了几个大项目，团队从最初的我1个人变成了5个人的专业团队，收入稳定，前景不错。这天，我去见一个客户，回来的路上，在一个咖啡厅里遇到了一个熟人柳如烟。庄必凡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你现在看起来不错。还行，你呢？我离开中科了。离开了？公司业绩不好，裁员了，我的绩效也不行，就被裁了。绩效不行？当初他靠着抢我的功劳，年年 A+，现在没人可抢了，绩效就不行了。再找工作。
找了几个月了，不太好找，你知道的，现在大环境不好。我看着他现在坐在我面前，落魄潦倒的柳如烟。柳如烟，当初你抢我功劳的时候，我其实可以闹的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闹也没用。在那个公司，会来事比有本事重要。你会来事，所以你赢了。但你忘了一件事，会来事的人换一个地方就不一定会来事了，但有本事的人在哪里都有本事。庄必凡，对不起。不用说对不起，过去的事就算了，只是想告诉你，以后做人别太聪明了。说完，我离开了咖啡厅，身后他坐在原位一动不动。又过了半年，我的工作室拿到了一个大项目，和一家上市公司合作。签约那天，陈建也来了。庄公，恭喜你现在可是业内的红人了。都是陈总帮忙，我帮什么忙？是你自己有本事。对了，说个事儿，你前东家星河科技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他们今年亏损了，好像要被收购了。收购？听说有好几家公司在谈，不过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，估值高不了。当初要是好好用你那个专利，说不定还能翻盘。星河科技曾经是我待了5年的地方，现在它要被收购。傍晚，我一个人走在路上，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庄必凡。我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王斌。王总，过得不错啊。还行。庄必凡，我当初对你态度不好，是我的问题，我不是来道歉的，道歉也没用，只是想说，我确实看走眼了。看走眼？我以为你就是个老实的执行者，没什么特别的，没想到你能做出800万的专利。王总，不是您看走眼，是您不愿意看。您只看到我不会汇报，不会来事，不懂变通，但您从来没看过我的代码写得多好，方案做得多完整，技术能力有多强。因为在您眼里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听话，是会来事，是让您省心。所以您错过了一个800万的专利，不是看走眼，是根本没看。他张了张嘴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王总，保重。晚上，我回到工作室，团队的人都下班了，只有我一个人。5年前，我是一个绩效垫底的小员工，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有了稳定的收入，有了无限的可能。庄公，新项目的技术方案，明天聊聊。好，明天见。2年前，王斌说我离开公司什么都不是，离开那个公司，我才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800万只是开始。